坦克作为现如今路上的移动堡垒，其动辄就是几十吨的重量，一直与迅捷一词挂不上钩。而今天呢，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现今最快的10款主战坦克。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Top 10 T90 主战坦克。此款坦克为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研制的一型3代坦克，车身全长6.86米，全宽3.46米，战斗权重46.5吨，最大公路时速60公里每小时。在动力方面 ，T90 主战坦克首批生产型配备的是 V84 MSV 型12缸离心式机械增压多种燃料柴油机。这种发动机呢，可以采用柴油、汽油或者煤油驱动。发动机转速为2000转每分钟时，最大功率为617.4千瓦。而 T90 实验型坦克安装的是 V84KD 柴油机，在转速同样为2000转每分钟的时候，最大功率提高到了735千瓦。发展到了后期 T90 M 型和其他改进型，则是采用了 V99 柴油机，转速同样为2000转每分钟时，但是最大功率上升到了882千瓦。而且 T90 坦克行动部分和传动装置是采用独立的扭杆式悬挂装置。Top 9石式主战坦克。此款坦克为日本三菱重工生产的一型第3代主战坦克，车体全长9.42米，车宽3.24米，战斗权重44吨，最大公路时速是70公里每小时。在动力系统方面，石式坦克配备了一台日本国产的4行程柴油 V8 发动机，每分钟可以达到2300转，最大功率输出达到1200马力。而且无论是在燃油燃烧效率或者是运转可靠性上，石式坦克都比90式坦克的2行程涡轮增压柴油机有了大幅提升。在其传动方面，石式坦克配备了一具液压式无级自动变速箱，而且在坦克常用的速度区间，HMT 的输出扭矩比传统多级变速箱更高，在相同阶段可以更快地增大输出。这也就意味着石式坦克在启动阶段和中低速加速阶段的机动性能会更好。Top 8阿尔泰主战坦克。该款坦克为土耳其仿制韩国 K2 坦克而来的，车身全长是10.3米，车宽3.6米，战斗权重65吨，最大公路时速70公里每小时。阿尔泰在结构上虽然类似于韩国的 K2， 但是外观设计方面已经与 K2 大相径庭了。首先就是阿尔泰的车身要比 K2 坦克稍长，其负重轮也从 K2 的6对变成了7对，而且驾驶舱也从 K2 的位于左边改动到了前部中央的位置。而阿尔泰在动力结构上则是采用了德国 MTU 公司生产的欧洲动力单元，里面包括有 MT893 型12缸1500马力柴油发动机，以及伦克 HSWL354 系列的变速箱。不过就在前几年，土耳其军方又决定将后续生产的阿尔泰坦克改装换为国产自主研发的1800马力的动力系统。Top 7 K2 主战坦克。此款坦克为韩国上世纪90年代研发的，整体车长是10米，车宽3.6米，战斗权重55吨，最大公路时速70公里每小时。在其动力配置上 ，K2 主战坦克装有1500匹马力的发动机，由 Dosa Inficor 公司和 STX 发动机公司合作研发，从0到32公里每小时的加速仅需要7秒，在越野环境中最快可以达到480公里每小时。其发动机也比其他功率的发动机体积更小，大致与美军的 M1 主战坦克相同。而且三星科技设计的此部分涡轮装置还可以使其再增加100匹马力。另外，还可以在发动机左边多出的空间中安装一个辅助动力单元，当发动机失效或者停机时，可以提供一些备用动力或者电力。Top 6 T84M 主战坦克。此款坦克是乌克兰在 T80 UD 坦克的基础上自行设计的，整体车长9.72米，车宽3.56米，战斗权重48吨，公路最大时速70公里每小时。在其动力配置上， T84M 坦克应用了乌克兰设计并且制造的 6TD 3型6缸多燃料发动机。此款发动机由广泛装备于 T80 系列坦克的 6TD 2型发动机是改进而来的。在2600转每分的时候，最大输出功率为1200马力，可以采用柴油、煤油、汽油甚至火箭燃料。其传动装置的主体仍然为双侧变速箱，拥有7个前进档和5个倒档。传动装置和行动装置仍然保持了 T80Y 和 T84坦克的特点，机动性能较好。而且 T84M 还装有辅助动力装置，可以在主发动机不工作时向车内的耗电装置供电，并且能够用来启动主发动机。Top 5 豹2主战坦克。
这款坦克是德国在上世纪70年代研发的，整体车长9.66米，车宽3.7米，战斗权重55吨，公路最大时速72公里每小时。在其动力配置上，豹二坦克配备有一台 MTU 公司研制的 MB873KA 501型发动机，在达到2600转每分时，最大输出功率是1500马力。而此款发动机的特点就是单位体积功率高，低扭矩特性好，燃油经济性好，而且启动性好。另外配置有伦克公司研制的 HSWL345型液力机械传动装置，而其转向装置则是液力液压复合的双流差速再生式机构，其中液力耦合器的作用是增加零轴上的转向扭矩，可以使液压转向机构实现每个转向半径的无极调节。Top 4挑战者 2E 主战坦克，这款坦克是英国挑战者2型改进而来的，整体车长11.55米，车宽3.71米，战斗权重62.5吨，最大公路时速72公里每小时。在动力配置方面，挑战者 2E 应用了德国 MTU 公司可靠性极高的欧洲动力模块，里面包含了最大输出功率为 1.1 兆瓦的 MTU 883 12缸涡轮增压柴油机和伦克 HSWT 295型变速箱，以及液压调整的双销履带。而在采用欧洲动力模块后，挑战者 2E 的单位功率直接从挑战者2的 14.1 千瓦每吨提高到了 17.6 千瓦每吨，其公路最大速度也从56公里每小时提高到了72公里每小时。而且就动力部分的体积和重量来看，欧洲动力模块也比原来的800千瓦的动力系统更为紧凑，这样就可以省出更多的空间用于增加燃油携行量。Top 3勒克莱尔主战坦克，此款坦克为法国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一种3代坦克，整体车长9.87米，车宽3.71米，战斗权重53吨，最大公路时速72公里每小时。在勒克莱尔的设计之初，法国便以动力系统作为该坦克架构的开发主轴，采用了一台体积小、重量轻、功率高的新型 SCAM V8X 1500 8气缸水冷涡轮增压柴油引擎，可以由 SAGEM 的电子控制系统监控，还配置有微处理器控制与静液压转向机构的先进 ESM 500自动变速箱，在达到每分钟2500转时，可以拥有1500马力的最大输出功率。而且勒克莱尔坦克还拥有一具 TM307B 辅助动力系统，能在主引擎关闭时提供车上运作装备所需要的电力。Top 2 M1A2 SEP 主战坦克，该款坦克是美国的 M1A2 坦克最新改进型，整体车长9.77米，车宽3.66米，战斗权重71吨，最大公路时速68公里每小时。在其动力配置上， M1A2 SEP 还是沿用了一台 AGT 1500坦克燃气轮机，最大输出功率为1500匹马力，拥有着比其他发动机更多的优点。其一就是结构简单，该款发动机的总零件数要比柴油机少 30%， 其密封件和齿轮数仅是柴油机的一半，使得此款发动机的体积较小。第二是负荷反应快，该款发动机只要燃料建立起稳定的燃烧，部件就可以达到工作温度，很快就可以输出全功率，因而可以提高 M1A2 SEP 坦克的加速性。而且该坦克还可以在左侧突出部的装甲下燃料舱内加装一个辅助动力装置。Top 1 T14 主战坦克，此款坦克是俄罗斯在21世纪初研发的，整体车长10.7米，车宽3.6米，战斗权重65吨，最大陆上时速80到90公里每小时。其动力装置上， T14 装备了采用多种燃料的 X 型发动机，其功率至少达到了1500匹马力，可以抵消 T14 坦克重量所增加带来的影响。当时为了完善 T14 坦克和基于舰队其他车辆的机动性，为 T14 坦克配备了自动转向变速箱，该变速箱具有8个前进档和8个倒档，而且由于采用新的变速箱， T14 坦克可以以相同的速度向前或者向后行驶。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能力能够大大提高车辆的效率，并且提高其在战斗中的生存能力。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那么大家认为还有哪些坦克能够进入到这个视频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我们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